普京放大招改变俄军退势，但目前的举措在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奏效，还需采取其他的措施和办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普京宣布在俄罗斯国内动员30万预备役，并陆续投入乌克兰战场。说实话，这个动员令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高层在俄乌冲突的前期存在着判断失误，中期呢打得比较顺利，而现在又处于守势，从而证明俄军目前的综合作战能力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兵源不足，后勤保障问题重重，最终使俄军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俄罗斯发动乌克兰4地公投，等于把特别军事行动改成了卫国战争，这从政策层面上看是相当尴尬的。而从军事角度来看呢，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兵力不足。目前俄军投入乌克兰战场的主力部队也就是10来万，而面对70万的乌军，显然在战场各处呢都捉襟见肘。而如果将30万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将会极大的帮助俄军稳定战线，甚至在某些区域发起反攻。在俄军占领的4个乌克兰的州进行公投，很多人认为这是普京放了大招，俄罗斯的领土将会因此而扩张，俄罗斯的回旋余地也会扩大，但具体情况可能不会那么乐观。首先，俄罗斯国内进行局部的战争动员，从招兵到训练，再到投入乌克兰战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而70万乌克兰军队可能不会给俄军这么长的准备时间，因此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乌克兰恐怕还会加强某些地区的攻势，而俄军在什么地区防守，在什么地区展开反攻，这个呢也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这么讲，俄乌冲突接下来将是一场俄乌双方积蓄力量的大比拼。乌军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战场主动权，而俄军呢追求在更远的时间范围内获得战场优势。如果只考虑俄乌两军的战略潜力，乌克兰似乎可用的筹码越来越少，而俄军呢还有全面战争动员这一王炸。但是北约和美国也可能会逐步加大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赌注。俄罗斯希望通过增大兵员数量的方式来获得战场优势，还存在着许多的未知数。其次，俄罗斯军队就算解决了兵力短缺的问题，还将面临着先进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新武器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来解决。普京为什么会组织国防工业动员会议？西方国家为什么又会传出来俄罗斯要从朝鲜进口炮弹和火箭弹？只能证明俄罗斯在武器装备的弹药生产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老式特62坦克的出现，使用这些老式坦克用于进攻作战，其效率肯定是要比特72、特90要差很多。另外呢，从目前的战场表现情况看，俄罗斯火炮的优势也在下降，估计炮管和炮弹的生产也出现了问题。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是否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前线弹药不足的问题呢？在缺少西方芯片以及关键元器件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是否能够高速的生产精确制导武器，也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此外，俄罗斯军队所面临的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信息化传输、作战理念等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前一阶段俄军为什么会打成这样？他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兵力不足，但也不仅仅只有这一条原因。
比如俄罗斯空天军缺少精确制导弹药，特别是那些射程超过100公里左右的防区外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俄罗斯空天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的空地协同问题也相当突出，甚至呢是地面部队之间的通讯保密也存在着许多的短板，更不要说后勤补给能力不足、一线作战部队的主观能动性相当差等问题了。综合起来看，俄军目前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实现信息化，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指挥控制体系，现在基本上是在打呆仗。这种打法要想战胜北约化的乌军，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北约的官员透露说，负责监督哈尔科夫地区大多数部队的俄军指挥官仅在岗位上待了15天，现在已经被解除职务。现在俄军企图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来改变这些不足，弥补上述短板，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来不及的，因为它涉及到体制编制问题、国防工业的供应链短板问题，以及相关人员的训练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恐怕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俄军对乌军的进展所做出的回应，多半限于对大坝、发电厂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对乌军的弹药库、指挥中心发动空袭。这些呢，看起来更像是报复性行动，而不是在作战方面有规划的实施强力打击。比如对那些大规模推进的乌克兰机械化部队发动空袭。由于俄乌冲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军事仗，而不再是政治仗，俄军要解决自身面临的难题，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普京的这次局部战争的动员，主要的作用还是向西方进行决心宣示，也就是为了给乌克兰更大的战略压力，不等于真的会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俄罗斯想通过施压，最终实现双方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目标，但双方实际上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和战场胜负来解决问题，这必然是俄乌两国人民的悲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